係嗰網友，即係喺梁振英當選嗰陣時咧，我曾經喊過嘅，因為呢個人咧係會用公權力啊，公開用佢係用公權力去迫害人嘅啊！如果政治意義係，同埋咧，我發現咧佢個 habitual liar 嚟嘅，呢個係有心理問題嘅，中意車大炮嘅人，而講完大話咧就係唔眨眼喎，講大話唔眨眼。而好快又唔記得咗喎，自己拆穿自己嘅大話，好好笑。而家仲攞嚟認叻添。關於黎智英呢件案啊，咁就梁振英出嚟認叻，咁就仲有呢個阿炳強咧，就去鬧外國啲傳媒，然後咧有個終審庭嘅法官出嚟批評呢個判決。啊，好啦，嗱，我哋呢一個仲有一段時間呢一個扭蛋活動，呢個就係200蚊以上就扭一次，每一個都有獎嚇，每一個都有獎。咁就我俾大家睇有啲咩獎啦，呢個咁就譬如話呢一個 Hancock Life MMN 20%喎，即係咧你係5次就中一次噶啦，呢個就係嚇。有呢個最名貴嘅啦，呢個就係有臘腸啦，呢個係嚇。極水潤面霜咧 Q10啦，呢個。呢啲好名貴嘅嘢都有，呢個啊，人人有獎永不落空。黎智英嘅判決之後咧，梁振英自己鬼拍後尾枕，喺10月18號喺 social media 發文，承認自己特首任內主動出手打擊《蘋果日報》嘅廣告收入，即係咧係喺佢做特首2012至2017期間咧，佢喺貼文中透露，佢當日係以特首嘅身份，擺明壓力，主動約見《蘋果日報》嘅大廣告客戶，對象包括啲大銀行同大集團嚇。好啦，呢度佢話連續幾年啊，呢一個係每日喺《蘋果日報》落全版或者半版廣告嘅客戶咧，都俾我喺 Facebook 度咧公開點名。任特首期間，我主動約見《蘋果日報》嘅大廣告客戶，包括大銀行、大集團。雖然反應不一，但係始終係將《蘋果日報》嘅全版及半版廣告壓縮到接近零啊！出嚟認叻，得罪咗唔少人唔緊要啊！佢就咁做啦。佢唔諗下呢個係啱唔啱喎？即係打壓言論自由係佢唔覺得唔啱。佢喺文中咧就將黎智英形容為反華反共勢力嘅大腦嚇。而呢個壹傳媒嘅利潤主要係來自廣告，因此一定要切斷佢嘅財政來源。即係我想問啊，黎智英嗰陣做嘅嘢有冇犯法啊？有冇犯法你就告佢咯。呢度政府就唔係咧，因為嗰個人嘅政治意見同你唔同咧，而家而打壓嘅。好啦，壹傳媒前高層利世民回應，當年公司一路受來自西環同特首壓力，當日佢哋講咗出嚟。而係咧呢一個大公報啊，同埋特首辦咧係否認咗呢樣嘢。而家咧佢出嚟認翻，佢哋當日咧就話《蘋果日報》屈佢哋，咁結果咧呢個講法咧就還我們一個公道，證明當日咧唔係有被迫害妄想症自己諗出嚟嘅。媒體翻查2014年嘅記錄嚇，發現梁振英同特區政府3次公開否認施壓商界抽起廣告，同而家邀功嘅講法完全相反。即係梁振英，你而家唔出聲咪得咯，冇人會講起呢單嘢。你唔係，你仲要邀功。佢唔諗下當日咁樣講大話，係任何一個誠實嘅人咧都覺得你係錯喎。呢個3次，即係等於聖彼得3次否認耶穌基督。2014年5月。《蘋果日報》報導梁振英親自或者透過中間人向渣打銀行施壓，要求唔好喺蘋果登廣告。當時特首辦回覆查詢話絕無此事。梁振英喺公開場合並追問亦親口講：我哋答咗好幾次，冇件咁嘅事，3次否認。親中報章大公報，蘋果屈特首啊！嗱。呢啲人嘅誠信就咁啊，
逼商界抽廣告，特首辦絕無此事，絕無此事。咁啊，佢哋嘅誠信你就知道，當時以頭版反擊，指責蘋果係屈特首、抹黑造謠，你自己呢冇人賣廣告就賴人，即係咁樣。時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呢個專瞌眼瞓嘅，唔相信特首會咁蠢去做呢啲嘢啊！呢啲嘢好蠢嘅。梁振英嘅自白證實咗官方所有嘅否認都係車大炮。呢個康德道德戒律第一條就係唔能夠車大炮。喺梁振英自爆嘅時候呢，保良局局長、保安局局長唔係保良局，鄧炳強展開唔係輿論反擊，係對輿論嘅反擊，即係鬧輿論。分別寫信去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同英國金融時報。佢指責呢啲國際傳媒嘅社論與事實不符。社論點會與事實不符？呢個真係得意啊！即係社論係講個意見，意見就冇乜嘢叫與事實不符嘅，大家嘅睇法唔同嘅啫。刻意無視黎智英案嘅客觀證據，企圖誤導讀者相信黎智英只是民主運動者啊！嗰啲客觀證據啊，呢一個就係唔係可以足以判呢個梁振英？後邊我哋有答案。黎智英呢？而且黎智英係咪民主運動者？佢梗係民主運動者啦，佢梗係民主運動者啦，佢強調黎智英嘅審訊歷時156日，黎本人作供長達52日，供詞長達855頁，過程公開公正，仲有外國領事旁聽。呢個呢，即係邏輯謬誤咧，分為4大類嘅，呢類呢，我哋叫不相干嘅謬誤。即係佢講嘅嘢呢，同埋黎智英嗰個判案係咪公平呢？係完全冇關係嘅喎。審咗幾耐？你審10年都可以唔公平㗎，係咪？過程公開，你可以繼續屈人。有外國領事旁聽，冇一樣嘢證實呢個判決係一個公平嘅判決喎。呢啲咧喺邏輯上叫不相干嘅謬誤。鄧炳強堅稱案件同新聞自由無關啊！佢利用蘋果日報作為平台，想推翻中國共產黨及危害國家安全。佢信中強烈金融時報建議將黎智英案作為未來英美領袖嘅有用嘅談判籌碼，愛嚟同中國講數。佢話咧，佢又提及大埔火災，任何利用悲劇煽動仇恨嘅行為都將會依法處理。我真係想明白係呢個犯咗乜嘢法例呢？呢個犯咗乜嘢法例呢？如果因為火災話有啲人處理不當，咁呢個係犯咗乜嘢法例呢？反駁外媒將相關言論視為單純表達意見煽動對邊個嘅仇恨係唔得呢？呢個係咁係乜嘢都唔能夠評論啦，係咪啊？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沈耀順喺英國新政治家編輯撰文，英國已經將香港拱手讓俾 totalitarianism， 對判決作出嚴厲嘅批評。沈耀順話香港司法機構喺政治敏感案件中對被告係有明顯嘅敵意。你唔可以有敵意啊，因為咧你敵意咧就即係話你嘅審判咧，你有主觀嘅意見入邊，於是咧你有情緒喺入邊。將政治意義唔同意你喺政治上嘅問題，等同叛國同埋顛覆。呢個就係你只要唔同意政府，就變咗叛國同顛覆。黎智英被控嘅煽動罪係源自1938年嘅殖民地惡法。呢個法例咧點都告得入嘅，本來應該俾香港人權法案廢除咗，但喺新嘅政治秩序下邊咧就復活，冇用到，但當日就冇廢除。關於勾結外國勢力呢，岑耀信認為證據極其薄弱。黎智英係喺國安法生效前呼籲制裁，呢個我講嘅。但控方話佢法例生效後呢，就繼續呼籲嘅證據係來自佢嘅專欄文章同訪談，但係呢係冇明顯證據，因為嗰啲專欄文章同訪談冇講過要人制裁。
而推斷黎智英嘅言論係隱晦而微妙地呼籲制裁。哇！係濕圖嘅，你睇唔到嘅，隱藏咗嘅，佢暗中就呼籲。咁你講乜都得，呢個係。甚至將黎智英建議制裁中國比制裁香港好嘅私下對話作為罪證，呢個就係嚇。呢個係制裁邊個好呢？就並不表示你贊成制裁噶嘛，係一個相對嘅物嘢嚟嘅啫嘛。呢個係岑耀信話，香港法院喺判決中完全忽視基本法同埋公民權利同政治權利公約對言論自由嘅保障。雖然國安法本身規定應該加以保護，嗱，國安法咧特登喺度寫話呢啲嘢咧依然係有效，但係咧其實咧就係表面話有效啫，而佢嘅條文咧係實際廢除晒呢啲條例對於人權嘅保障嘅。佢閱讀長達855頁嘅判詞，發現幾乎每一頁都係批評緊黎智英，話佢對中國中共有敵意。彷彿持有呢種政治立場本身就係犯罪嘅證據，佢犯罪嘅證據就因為佢敵視中國同中共。岑耀信形容喺國安法實施後嘅高壓呢，愛國已經係法官在內所有公職人員必備嘅條件。圖書館被清洗，異見者被囚禁，呢個係常態。佢最後訪港期間，曾經同一個受人敬重嘅資深上訴庭法官，唔係終審庭法官，係個上訴庭法官，呢個係個當然係華裔人士啦。對方一番説話揭露咗香港司法界，冇辦法。該名資深法官同佢講：我哋唔可能對中國發動游擊戰，即係咧我唔可以判，然後咧引中國唔高興，呢個意圖咧就係令中國咧就係對我哋展開行動喎。我哋係中國嘅一部分，我哋唔似你哋咁樣有退路可以走咗去，冇辦法。呢個係呢個法官反問岑耀信：西方不斷要求我哋好似民主國家一樣堅守西方價值，究竟西方能夠為香港提供乜嘢呢？除咗攞道德嚟講，你有咩做到出嚟呢？同埋第二本護照俾我哋走之外，岑耀信總結：對於北京嚟講，中華世界嘅統一過於重要，唔容許法治成為障礙，唔容許你用法治嚟到保護嗰啲反對呢個統一嘅人。在涉及中國政治議題上，法治已經冇用。呢個係佢話，無論係法律本身還是法官壓制嘅自由都唔重要。關鍵嘅事實就係，凡係批評政府或者爭取嘅民主嘅人都可能入獄，呢個就係極權國家嘅特徵。最後佢斷言，中國一向係極權國家，而家香港咧逐步變成佢嘅一部分。黎智英嘅判決標誌着香港基本政治自由已經跌入深淵。嗱，終於講真話，呢個就係好啦。嗱，我哋有呢隻嘢嚇，呢一個係俾肌膚一杯綿密嘅氣泡飲，7分鐘就喚醒你肌膚嘅新能量。呢個好出名嘅韓國微泡泡按摩面膜，又叫泡泡龍，有4款嘅，可以高效吸水啦，遞啲微泡深入毛孔，帶走污垢、老化角質同肌膚代謝物，等佢深層清潔。使用之前咧唔使用爽膚水嘅，敷落去咁啊啪啪聲喺度爆噶啦。7分鐘之後咧，攞咗個面膜嚟輕輕按摩就吸收晒。嗱，佢分為梅蘭竹菊嚇，梅就可以亮白嘅，菊就係保濕嘅，蘭係保濕嘅，菊就係清潔嘅，竹就係舒緩嘅。如果你有敏感就4樣嘢嚇。呢個係180蚊，呢個10片裝。仲有9折添，而家好啦。嗱，我哋介紹一隻潤唇膏嚇，而家冬天 Urian 呢個牌子大家都有信心啦，係保證係純素嘅保濕潤唇膏，低致敏配方打造嘅，係通過低過敏臨床測試，敏感嘅口唇咧都可以用。
有3種類型嚇，都係用溫和嘅植物做核心嘅，提供舒緩、修護同保濕嘅全方位護唇效應。有蘆薈啦，有山茶花啦、山茶花葉啦、泛醇啦，係保護脆弱唇部嘅肌膚，維持柔軟水潤，提高口唇嘅顏色，提升飽滿度，等個雙唇咧呈現自然健康嘅亮澤色彩嘅。溫和刺激呢個唇部血液循環，於是呈現視覺豐盈嘅嘟嘟嘴，人哋想錫落去，不刺痛，適合薄唇及唇紋明顯嘅人士。有3種顏色啊，大家睇見有3種顏色，一種咧就係黃色水潤嘅，無色透明冇珠光，藍色水潤係豐盈潤唇膏，淡粉有珠光，紅色水潤係珊瑚色微珠光，原價70蚊，一支9折。